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咯。这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来谈的呢是塔罗的5个解牌途径。这个主题呢，是针对于塔罗稍有基础的，但是呢，在解牌上呢，不知道从何开始的朋友的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呢是系列影片因为呢途径的话呢有5个，所以呢我们呢可能会多出几个影片呢来把它讲完我听了很多朋友说，我学了某某人的A 的课程，谁的 B 的课程，可是我自己在解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自爱难行解的这样七零八落了，虽然牌意也背了，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牌面上的意义呢表达出来。所以呢，我想呢，我提供了5种解牌的思路。不过呢，还是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把这个牌意呢，至少呢，先了解、熟悉、背起来。好，就像呢，我们如果要学日语，一定要学50音嘛。那50音如果都不会的话，日语就无从学起这个基础就很薄弱如果只是把塔罗牌拿出来，然后看着塔罗牌呢，发散式的直觉式的讲的话呢，那跟通灵没什么两样了嘛。我还是希望呢能够学习这个塔罗占卜的人呢，他的占卜是能够稳定输出的。那稳定输出的话呢，当然是有他塔罗牌的一个解牌的一个思路跟方法。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跟各位做分享咯。好，首先呢，我们再来谈一下呢，这一次呢5个途径的主要的架构第一个我们来讲有哪5个途径这些途径分别是灵视者、观察者、智者、愚者，还有炼金师这5个途径这5个途径呢，分别代表着5种不同的思考路径。灵视者这个思考路径呢，是看见影像，是一个直觉的看见影像的一个途径，它比较像接近于灵感。第二个途径呢是观察者。观察者的话，他是重视细节的，他会着重于呢牌的上面的细节，以及来求占卜的人的细节，然后呢做一些细节上的探索跟截取。第三个途径呢就是智者途径。智者呢重点是在于呢统整，尤其是在牌阵上呢，这个智者途径呢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呢智者途径最重要的是归纳、整理、统整把它统整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呢你的解牌呢会非常的立体而有效。好，再来是愚者。愚者途径呢主要是在看见比较底层的隐喻，或者是所谓的隐性的层面就是在牌面上看不到，但是在牌面之下它会有一个隐喻，它会有一个深层的部分再来呢，第5个呢是炼金师。炼金师呢就是呢对于牌面上的整个意义呢再做一个重新的融合跟凝结出一个新的意象的方式所以呢这个5个途径呢分别呢会有各自的特色了课程架构呢大致上会照这5个途径来分别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途径就是呢灵视者途径。什么是灵视者途径呢？其实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看到了塔罗牌的牌面然后呢第一个呢它会引发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意象跟影像。简单来说呢，我们是把塔罗牌当作水晶球来使用特别是塔罗牌本身就是一种图面，那既然它是一个图面的话，更能够刺激我们的影像，那我们呢能够在这个牌面上呢织出一个呢来求占卜者的人的此时此刻的大概的大致的状况这个部分呢我就要来提到呢塔罗占卜呢，我个人认为呢，很多朋友呢都认为它是一个未来的预测可是呢我常常觉得塔罗占卜呢主要呢占卜所呈现的呢是它当下此时此刻的现况。所谓未来的预测呢其实是非常简单，如果这个此时此刻现况不改变不修正，就照这个轨迹继续下去的话呢，这个未来应该是可预期的。就像呢你往北边走从台湾往北边走，终有一天会到台湾的北部，就台北嘛，或者是基隆。总而言之呢，占卜的预示呢其实它也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我们就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是，它是基于我们此时此刻的现况，
不改变、不变化，它将会往哪里去的一个预测。那其实呢，它本质上还是有它的理性或逻辑的思考在里面的，它不是凭空而来就告诉你未来怎么样因为毕竟呢，塔罗牌是占卜它不是通灵通灵也许可以这样，但是呢，塔罗牌的占卜应该不是这样我比较把占卜当做一个面镜子就是用来看自己的此时此刻我认为这样是比较恰当的用法。首先呢我们呢灵视者呢这个方式呢，由于是看见影像它就比较像通灵比较像是好像看见一个什么，但是呢我们看见什么是依照牌意跟牌面的画面呢所勾引出来的画面。这个样子的话讲起来很抽象，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呢实际上要怎么操作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牌阵有一个朋友，一个女性朋友来占卜抽出来的卡呢关系牌阵关系牌阵的话呢，有一张是代表女性朋友她自己的，一个是她的对象就是她的男朋友，然后呢中间呢我们放着的呢是他们实际的关系或者他们现在正呈现的关系第4张牌呢会放在旁边呢称之为洞见牌，提供于对于这个关系的洞见。代表女性的这一边的这张牌呢是女祭司托特牌女祭司。代表这个男性的那张牌呢是愚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剑9。洞见这张牌呢是盘3，圆盘3。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引发出了我的一个画面女方呢是一个严肃然后呢认真，然后又敏感的女祭司，她呢蛮注重于精神层面上的一个要求。那事实上呢本质上她也是比较保守的，有精神洁癖的。可是呢她的男朋友呢是愚者，愚者呢是一个不受框限、不受拘束、跳出框线外的，然后呢喜欢漫游的、喜欢自由自在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个画面上就会发现呢，好像本质上呢就已经有一些在个性本质上的一些冲突了一个就是很自由嘛一个呢就是比较保守、比较内敛，然后但是呢精神层面呢又有一些要求的人。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剑9。那剑9的话呢在托特牌的牌面上呢是充满了血跟泪的那意思是说呢，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在情感上的困难阶段也就是呢那可能有吵架，然后可能呢有一些难受的事情，有一些哭泣有一些冲突。那这些冲突呢由于是剑剑呢本质上呢就是风向风向就是头脑我们的思考。也就是说呢他们在观念上有很多的不合，然后很多的冲突，导致很多的受伤的感受。所以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呢这个画面上呢就是凄风苦雨的然后呢一个内敛保守又敏感的女性，然后一个呢是比较随便的比较不受控的也不这么在乎世俗的一个观念的人，那也就是所谓的艺术家性格啦。那我就问他咯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做艺术的或者是说他的工作是属于自由工作者当然这个女方就点头了就说是那我就说可是感觉他的桃花很好他也不是一个安于这个1对1关系的人他可能还想玩心态上还是比较想要玩的人，他并没有准备要定下来可是我看你的状态或女祭司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呢代表的就是他是一个比较道德感比较强然后呢社会框架的接受度是蛮高的人那你们之间应该会有非常多的冲突。他说是我们吵了很多次的架了然后呢我也哭了很多次他总是呢有很多的红颜知己他都跟我讲说他没有怎么样那为什么不能跟这些女生有一些来往为什么他管那么多让他觉得很烦。然后呢女生呢就因此觉得非常的受伤
当时就抽出了洞见牌洞见牌是盘3因为盘3在托特牌是三角形，3又代表什么意思？3代表的是可能有第三者的意思那盘本身呢，因为是土象所以呢，它事实上是一个有实际关系的，不只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关系甚至可能有一些金钱上的往来，或者是实质上的往来。我就说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们的关系里面可能呢会碰到这样的困难他就脸就垮下来，就说我也感觉上他好像有第三者，可是呢我不敢问，因为我怕问了之后我会很崩溃。那我就说照这个牌面上看起来，如果呢你一直还拖着的话呢，这个局面呢会继续让你受伤因为呢见久呢充满了眼泪那你在这段关系里应该会非常的受苦，如果你不改变的话呢，恐怕呢你会蛮难受的然后呢他就没有说话了。我就说这男生本身就没有准备要定下来的心态了那你要求他也是没有用的，他不会为了你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呢大阿尔克纳呢这个牌呢，它不是一时的状况，它通常会是比较长期的状态，所以呢基本上可以说他抽出来这张牌就代表他们本身的一个比较一贯的特性，这样子的话改变上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占卜完的话，当然呢这个女生呢就有点郁闷就走了那我也只能祝福她了。灵视者这个途径呢，主要是你把牌面跟这个人重叠在一起，然后呢设想一个场景，把人呢想象出来，把牌面也放进来，变成一个观看的场景，你就会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些灵感。这就是灵视者的一个解牌的一个方向这个解牌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优点呢？第一个呢，它入门很快，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牌面就有灵感，有灵感呢直接讲出来就好了。有时候呢因为灵感的关系呢，它是会非常准确的然后几乎是会直中红心的当然这样的红心有时候也会有点伤人就像我刚刚那个占卜会让他看到呢这个来求占的人呢，他有点不想要看到的一个状态他的缺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他比较没有办法稳定，因为他依赖着这个我们脑中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可是有时候我们脑中呈现的画面就是宕机了那怎么办呢？或者你看不到影像怎么办呢？所以呢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有时候灵感喷发，有时候呢灵感枯竭，这个途径非常的依靠灵感，非常的依靠天赋，所以呢它的缺点就是它很难呢稳定的输出你有时候会非常准，有时候又会非常的不准这个就是这个途径的一个很大的缺点。所以呢我们在使用这个途径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当做这个解牌的其中之一的参考，因为呢它的缺点就是缺乏稳定。那我们如果呢想要让我们的占卜是有稳定的输出的话呢，不能只依靠这个途径。那这个途径要怎么练习呢？这个途径最重要的练习就是看到画面，所以呢首先我们就要学习视觉化。什么是视觉化在我们常听到的另外一个词汇就是观想各位呢要常常的去练习看着牌面然后想象画面，或者呢如果你刚开始看见牌面你真的想不出什么画面的话，你可以先学习的去先想象你家中的摆设你房间的样子你的亲人你的朋友的脸的样子，或者是你想象某个地方某个公园的样子先做视觉化的训练，或者看着照片然后闭起眼睛在脑中重现那个你看的照片那长期的这样练习之后呢，你的这个部分的能力呢就被活跃起来，再来开始练习用牌呢来看到什么样的画面或感觉到什么样的感受，这些画面给你什么样的灵感，这样子不断的去做练习。那你可以一张一张牌来练习，或者是每天抽一张牌来练习都可以。随着练习的频率的增加或次数的累积，那你的这个途径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咯。如果各位觉得这个内容呢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哦。如果呢想要看到新的影片通知，请按小铃铛。好，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